从热带雨林到海拔无界，王一博的极限重塑与破局之路。如果你仔细去了解王一博，就会发现这个年轻人身上有一种极其罕见且迷人的特质。他从来不靠空洞的言语去证明什么，而是习惯用最扎实的双脚踩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在如今这个极其浮躁、追求快速变现的时代里，很多人习惯了走捷径，但王一博却偏偏喜欢挑最硬的骨头去啃。无论是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上，聚光灯闪烁的片场里，还是在充满未知与危险的极致大自然中，他永远保持着一种如鸡士般沉稳、如少年般纯粹的底色。在纪录片探索心境里，我们能够最真实、最直观地看到这个年轻人的精神内核。很多人认识他，是因为他那张无可挑剔的精致面孔、无与伦比的舞台爆发力，或是那些风靡大江南北的影视角色。但在漫天的掌声与光环背后，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玻璃掉了红毯上的华服、精致的妆容以及顶流的光环，把他独自推向38度高温的热带雨林，或是空气稀薄、寒风刺骨的5000米雪山顶峰时，他展现出来的是一种让所有人都深感佩服的硬核人格，把坚持刻进骨子里的硬核青年。许多人常说王一博是个天才，好像无论他去做什么，跳舞、赛车、滑板、滑雪还是攀岩，都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到顶尖水平。但实际上，这世上哪有什么轻而易举的神话，不过是有人把别人用来休息和抱怨的时间，全部砸进了不计成本的付出里。在王一博的字典里，从来没有放弃这2个字，只有再试一次。对热爱的纯粹与绝对执着。回顾王一博的成长轨迹，他对热爱的投入程度令人震惊。练街舞的时候，他可以把自己关在练功房里，从下午1点直挺挺地练到晚上9点，全身湿透却乐此不疲。学滑板和滑雪时，摔倒成百上千次，摔得青一块紫一块，他爬起来拍拍灰，眼神依然坚定。在雨林里练习攀树制绳时，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他整整坚持了近1个小时。这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性，正是他能够在各个领域不断创造奇迹的根本原因。心态上的超然与定力，面对困难，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焦虑或者泄气，但王一博的内心强大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他总是极其冷静地说，这只是时间问题，自己总会找到解决的办法。在极其恶劣的环境里，他表现出了一种超越年龄的平静。就像纪录片里所传达的那样，平静地面对所有的困难，也是一种内心上的强大。王一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完美诠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酷盖，不是流于外表的炫酷，而是内心那股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拥有一颗纯真而高级的艺术灵魂，王一博最吸引人的一点，还在于他身上那种极其难得的纯真与高级感。他虽然站在娱乐圈的暴风眼中心，却从未被世俗的功利与浮躁所污染，始终对大自然、对未知世界保持着一份最原始的敬畏与好奇，从危险中发现极致之美。在充满未知的原始丛林中，当大家看到剧毒的竹叶青蛇都吓得屏住呼吸，避之不及的时候，王一博却由衷地赞叹她太漂亮了，太美了。王一博不仅没有被恐惧支配，反而敏锐地捕捉到了大自然造物主的神奇与美感，甚至在事后将这种惊艳的色彩与灵感融入到了自己的专业赛车服设计中。
这种随时随地汲取养分，将生活转化为艺术灵感的敏锐感知力，展示了他作为一个顶级艺术家极其卓越的天赋。脚踏实地的生活态度，背着重达数十斤的专业装备，在高温高湿的雨林里艰难跋涉4个小时，对于任何一个习惯了都市舒适生活的年轻人来说，都是巨大的考验。但王一博没有半句怨言，他像一个最纯粹的探险者一样，体验着人生中的无数个第一次。第一次品尝野果，第一次面对蚂蟥的吮吸，第一次在清澈的溪水里畅快洗沐。他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去拥抱大地，用最真实的面貌去面对生活。这种不娇气、不造作的性格，让他赢得了所有同行者与观众最真挚的尊重。完美主义者的破茧成蝶，在攀登青海雪山的旅程中，面对高海拔带来的严重高原反应，王一博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选择暂时下山休息。对于一个自我要求极高，凡事都追求尽善尽美的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极大的考验与遗憾。然而，正是在这种进退维谷的时刻，王一博展现出了极其惊人的格局与理智。面对身体的极限，他没有盲目硬撑，而是展现出了极高的科学态度与自我觉察能力。他听从专业教练的建议下山休整，在恢复了体力与状态后，毫不犹豫地再次发起冲锋。这种敢于接受不完美，但绝不向困难低头的精神，让人看到了他在心态上的进一步成熟与升华。在登顶的过程中，他还极其认真地学习了雪崩救援技能，甚至在演练中第一时间考虑到要为受困者进行人工呼吸。他那份随时随地想着帮助他人、回馈社会的善良与责任感，宛如冬日里的阳光，温暖而有力量。当他最终克服了千难万险，站在海拔5005米的雪山顶峰时，轻描淡写的一句“值得”，道尽了他的通透与豁达。所有的痛苦与疲惫，在登顶那一刻全部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有对天地万物的敬畏，和对自我极限的又一次完美超越。以敬畏之心打磨无界异能，王一博在探索心境中的表现，绝非仅仅是一场探险秀，而是他职业精神在极端环境下的真实投射。无论是面对险峻的绝壁，还是面对复杂的角色，他身上都有着一种极其难得的敬畏心与匠人精神，对专业技能的极度渴望与快速吸收能力。在青海雪山高海拔的环境下，王一博跟随专业导师周鹏学习雪崩救援与应急技能。面对极为繁复且关乎生命的专业动作，他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领悟力与执行力，从机械性的动作练习到带有温度的急救意识，他以极高的专注度将每一个步骤做到精准无误。这种对知识的饥渴感与学习天赋，正是我国当代青年艺人所极其罕见的品质。攀登的过程充满了缺氧、剧痛与极寒，但王一博在登顶后淡然地说出：“你所有的痛苦，到达顶峰的那一刻都会消除。”这种从痛苦中升华出美感与意义的能力，是他作为演员能够不断奉献出震撼人心作品的根源。他将每一次身体与意志的极限拉扯，都变为了自己表演宝库里最珍贵的素材。王一博从来不把自己局限在某一个单一的安全区里，不管是舞蹈、影视、赛车，还是户外极限，他只要选择跨入，就必定抱着极其严谨的态度做到极致。这种无界的探索欲，不仅拓宽了他个人的人生广度，
更赋予了他作为一名顶级艺人极其罕见的硬核质感。于风浪中定心，于顶峰处清醒。在极其浮躁的娱乐生态中，很多人一旦触及名利的顶峰，便极易迷失在追捧与掌声中。然而，王一博却始终保持着一种超越年龄的清醒与超然。当在雪山之巅被问及如果有一天大家不再关注你，你会怎么办时，他给出了极其透彻且令人动容的回答，觉得登山跟演艺工作很像，努力之后会到达顶峰，看到很美的风景，等到下山的时候，可能年纪也大了，只希望能够一直保持一个好的心态，享受顶峰的时刻，让那些美好的回忆留在脑海里。这段话道出了他极其成熟、豁达的人生观。王一博视名利与关注为自然规律中的风景，能上山，亦能平稳下山。他不贪恋暂时的喧嚣，也不惧怕岁月的流逝，将注意力永远放在当下的努力与内心的体验上。王一博从事艺术与极限探索，不是为了给任何人表演，而是为了充实自己的生命。这种没有什么路是白走的信念，让他无论面对何种质疑与舆论风浪，都能如鸡士般岿然不动。人为什么活着？并认为活着本身没有意义，但要活得越来越有意义。王一博正是这句话的最佳践行者。他用脚踏实的每一步，每一次对自我极限的挑战，为活着的意义注脚，那就是不虚度韶华，不设限人生，坦然拥抱所有的艰难与美好。回顾王一博的成长史，那是一部由极度的自律、不言弃的韧性与纯粹的初心交织而成的璀璨传奇。在雨林深处的蚂蟥与毒蛇面前，他展示出了从容与欣赏；在5005米高寒缺氧的雪山之上，他展现出了坚韧与果敢；而在繁华喧喧嚣嚣的演艺圈里，他则展示出了难能可贵的定力与高尚。时间是世界上最公正的裁判，他最终会筛选掉所有流于表面的喧嚣，将光彩赋予那些真正有准备、有担当、有硬核实力的灵魂。王一博从来不需要用华丽的辞藻来彰显自己，因为他的汗水、他的伤痕、他登顶时的笑容，以及那一步步扎实的作品，早已构筑成了最不可摧毁的勋章。从热带雨林到高原雪山，王一博向世人证明了，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站在新的起点上，这位始终保持着少年炽热与勇士胆魄的年轻人，必将在未来的星辰大海中继续打破偏见，超越自我，书写出更加无界、更加磅礴的时代传奇。